Hello， 艾瑞小伙伴啊，这期视频带来我们的老朋友极空间最新发布的一款全新 NAS 产品——极空间私有云 Q2C。这是一款双盘位的全新产品啊，这算是极空间首款低于1000元的 NAS 产品，也看得出啊，极空间打响 NAS 普及风暴的诚意啊。这期视频呢，也和你们简单的聊聊我的体验。那我们先来开个箱，撕开后呢，我们看到了极空间 Q2C 的一些说明书之类的。拿出来之后呢，就是白色的主机了。我觉得排色是 YYDS 啊。下面就是对应的配件了，依然有螺丝刀啊，当然里面有对应的减震脚垫和硬盘螺丝。机身下面呢，取出减震脚垫啊，拧下螺丝安装硬盘就 OK 了。极空间 Q2C 外观上依然延续了 Q2 的设计语言，采用了非常简约的设计，加上这一次整体带来了白色款啊，还是挺百搭的一个样子。对于颜值这一块依旧能打。正面下方就是一个按钮，机身背面除了必要的网线接口、2个 USB 接口和电源接口外呢，整个产品给人感觉主打就是简约。极空间 Q2C 采用了上进下出的直通式侧风 2.0 散热系统啊，可以实现强且静的散热。这意味着啊，放在卧室也不用担心噪音的问题，因为极空间每次的手机注册程序啊都一样，所以啊，这一次注册部分大家可以翻阅之前我对极空间其他产品的开箱或者体验的视频啊，就有非常完整的注册流程的内容啊。因为我家里和工作室用的也就是极空间的产品啊，所以啊，用起来稳不稳，我还是比较有感受的。我觉得啊，极空间的优势啊，还是在于它的系统体验。这一些体验呢，对于一些玩家来说可能就很不及客，但是对于一些普通用户而言啊，这些往往就是他们的所需要的。先来看看手机的客户端啊，界面就特别直观，是吧？你能直接的就找到需要找的功能。像我的文件就是我这个账户下存储的所有文档。你可以直接通过上传文件来直接上传手机中的文件，并且它有对应的文件类型来进行上传的选择，从而细化我们上传到极空间的文件，并且它也能自动识别根目录下面的文件类型啊。那我们的手机大家最常备份的应该就是手机中的相册内容了，对吧？相片和视频毕竟是我们大部分的生活记录。极空间的 App 中支持了自动备份手机相册功能啊，选中备份的相册，在有 WiFi 的情况下呢，手机就会自动将相册的内容啊上传到极空间内。而且啊，比如你今天又拍了很多新照片后啊，极空间会自动将你这些照片、视频上传到极空间啊，免去了我们经常手动备份的问题。那除了这些啊，当我们想看极空间的相册，打开极相册，就能看到我们在极空间上传备份的图片了。浏览的体验啊和手机本地啊差不多，并且也能直接将相册内的照片下载到本地，完全可以实现告别手机存储焦虑，一键给手机扩容啊。同时啊，相册内的照片内容啊，你也可以分享给别人啊，对方可以通过你给的链接进行下载。除了极相之外呢，本机的其他文件也能够进行对应的备份上传，体验的和图片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啊，极相册还支持了一个 AI 发现，它可以自动识别人像是多人还是自拍，可以识别拍摄的场地或者节日，可以带来对应的图库归类。这样对于我们存储较多的照片时呢，能带来更快速的照片寻找，尤其像一些素材内容啊，就能通过它来快速找到。除了这些啊，我觉得我常用到的就是极影视了，这个应用体验特别不错啊。首先你们看啊，这个是极影视的应用界面。是不是有点像一个影视 App 呢？如果我们在极影视存储的影视剧多了的话呢，就能用它来进行筛选啊，例如清晰度啊、视频地区啊、年代等等啊，就做得很有那味儿了，是吧？而且你们看，这些都是我最近体验几天看到的电影和电视剧，不仅有视频封面，在点开视频后呢，也有对应的介绍、演员、评分，甚至剧情简介的内容啊，甚至还有推荐这些推荐也都是本地存储的影视剧内容啊，这些都是极影视的页面体验，并且啊，它针对目前大部分的影视剧内容啊，都有很好的信息匹配，而且啊，准确度非常高。反正我日常用到的时候呢，没有出现匹配错误的。观看视频的时候呢，我们在手机上面无论是本地观看还是局域往外的观看啊，体验都是一样的。观看视频时呢，除了可以拖动进度、亮度、音量外，还能进行音轨、码流清晰度的选择。如果你有本地的字幕文件呢，也能进行字幕的外挂。
可以看到啊，集影式的功能啊非常全面，尤其是我经常用到的就是在家里面的电视啊，安装极空间 TV 版应用啊，就能在电视上面使用极空间的集影式了，体验啊可以媲美蓝光播放器啊。说到集影式啊，就不得不说一下我下载视频的方式啊，我并不是本地下载好，然后再导入极空间。而经常是呢，我在工作室啊，在休息的时间里边，远程把我想看的内容通过 BT 或者下载链接复制到极空间中，然后它就能在家自己下载了。所以你能看到我是一个严谨的人，我在工作室下载也一定是休息的时间，而不是这个占用工作的时间，是吧？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远程把我们接下来想在家里面使用的文件啊、视频啊之类的，提前在外面就能将极空间下载好了，并且存储在极空间内。这样啊，我们需要的时候呢，就能随时随地的连接它来使用了。除了这些啊，有时候有一些比较大的文件，我也会用极空间在家帮我下好。等我回家的时候呢，就能直接在极域网内拖到我的手机或者电脑中了。那说到电脑啊，不得不说的就是啊，我们也会在电脑上面操作体验极空间。当然，极空间也匹配了对应的 PC 或者 Mac 客户端使用，或者通过网页的方式登录。我也会将我电脑上面的一些不常用到的或者经常多台设备用到的文件存在极空间内。这样的话呢，需要的时候直接打开极空间，无论是本地局域网还是外网，我都是可以进行下载到当前设备来使用的。其实说这么多啊，极空间 Q2C 能体验的功能和使用场景还是挺多的。我觉得对于观看我视频且不是极客的小伙伴来说呢，你们最需要的可能就是前面说到的那些备份啊、下载以及本地存储视频来进行观看的功能了。我觉得对于这些用户来说呢，极空间 Q2C 带来了老少皆宜的使用体验，并且无论是小白用户还是极客用户，还都能够适用。最主要的就是存储对于每个人来说它都是必要的比如您是一位宝妈手机里面99%都是您家孩子，极空间 Q2C 可能就能随时随地备份这些珍贵且无价的内容了。全新的 Q2C 极空间已经帮大家给价格打下来了，也降低了使用门槛，插电即用。更多的分享和体验呢，我们后边再聊那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视频了。如果大家喜欢我视频，欢迎大家关注我，我是大龙，我们在下个视频见，拜拜。